去西周路途遥远，我也不知道你闯下的祸有多大，圣人会让你在那儿待多久。所以如果来得及的话，我想忙完洛阳庄园的事儿，去见见舅舅、舅母、义母、阿翁、小顺子。我还想和武昭仪去道个别，你准不准我去啊？你这个小机灵鬼，真是什么都瞒不住你。武昭仪对你情深意重，你自然是应该去看她的。对了，你为什么不问问？ 人传话过来，说早朝时圣人下了旨，裴守约因私议尽忠事，被贬为西州长史。弟子该死。说。裴守约当场谢了恩。好，太好了，这真是自作孽。从宫中传来消息，说昨夜圣人大怒，让裴守约明日就启程，不可多一刻停留。可见厌弃他到了极点。裴守约府中这会儿估计已经闹得人仰马翻了，不知道还顾不顾得上交割洛阳庄园的事儿。几日前琉璃还跟我说什么不可赊账，不可金钱交割，估计这会儿他巴不得我们用金银交割呢。要么这20万民，他得用多少马车、多少人力才能运到西周？你这个憨货，还想着要给他送钱的事儿呢？谁说我要给他20万民？这个裴守约，如今昏了头，竟然把自己的2座靠山给得罪了。至于这个库迪琉璃，现在没了武昭仪这个靠山，不过是案板上的鱼肉，我凭什么要给他20万民？至于中卷裴的人，如今裴行俭都完，他们谁还敢出面与我相争呢？哀家英明。当君，这是吴府的杨老夫人遣人送来的请帖。不用跟来，夫人如果问起来，就说我去县衙了。邢简见过杨老夫人。守约啊，你是聪明人，我也不喜欢绕弯子。裴武两家是多年的交情，我一直视你如子侄。这么多年，昭仪在宫中
对你和琉璃也有照拂。说句托大的话，若无武昭仪的周旋和筹谋，琉璃的性命也许早就丢了，更不会有你们终成眷属的大好结局。如今，武昭仪需要助力，你深得圣心，有能力成为武昭仪的助力，却怎肯如此的忘恩负义，甚至落井下石？真是叫人心寒呐！武家一直待小侄身后，我们夫妻也受过昭仪的大恩，刑检不敢忘怀。那你近日所行之事，昨夜在宫中，你与圣上所言，可是对待恩人该有的所言所行啊？大长公主说，你和守约一路西行，不知道几年才能归来，所以这洛阳的产业自然是必须要转手的。可是这钱帛多了，你们带着也不方便。大长公主替你们着想，所以全力收拾出了2、3箱金银器皿，方便你们携带。这2、3箱金银大概总值1万多民的样子，不如你们先收下，剩下的等你们从西周回来再给你们，你看如何？大长公主所虑其事，我和守约如今是戴罪之身，便是万来民，只怕也会招祸。既然大长公主这边的钱帛还未备好，琉璃便不劳烦大长公主了。这庄园不卖也行，离开长安前，我把田产店铺交到族里保管便好。你这是什么意思啊？是要反悔吗？琉璃，别怪我没有提醒你。现在守约得罪了圣人和武昭仪，你们既然没有了靠山，更是要知进退才好。你若顺了大长公主的意，大长公主日后总不会看着你和守约在那荒蛮之地老死，不然有你们好看的。守约呀，老身原谅你的一时糊涂。此事，你若愿意在圣人面前转还，给武昭仪丰厚之路铺上台阶，武昭仪与老身依然感激不尽。老夫人息怒，若是私事，昭仪如需刑检相助，刑检定会结草衔环，以报昭仪对我和琉璃的大恩。但是立后一事，并非一人一家之私事，而是国事，国之重事，关系国本。刑检不敢，亦不会因私而废公。我与你好言好语，你却是一番冠冕堂皇、义正辞严。你的弦外之意，就是武昭仪不配母仪天下了。大长公主的意思，琉璃明白了。1万多民就1万多民吧，只是有一样，交割金银时，我那些中眷陪的叔父婶婶们必须也在场。这是为何？我曾当众发誓赌咒，洛阳的产业绝不会用于自家，否则不得善终。所以大长公主此刻能凑出多少钱来，原是无关紧要，却不能让族中的婶婶们疑心是我谋了私。此事宜早不宜迟，不如这样吧，明日午前，我便请婶婶们到寝堂前交割清楚。大长公主接手也罢，不接也罢，琉璃都会把田产店铺的契约带过去。到时如若无人肯买，
我便将其充作祖产，一了百了。好，你的话我会转达给大长公主。娘子，你打算怎么做？不急，你让我再想想。我再问你一句，就算你忘恩负义，与武昭仪作对，那么你就不为圣人雷霆之怒，甚至不顾自己的前程？弑君之路，为君分忧。国家富强，百姓安康，乃是行简一生的志愿。行简无悔。那么琉璃呢？她是你新婚的妻子，一心要与你共白首。西周环境苦寒，难道你忍心看她一起与你去受苦，甚至去送命？念及咱们多年的情分，你可莫怪老身没有提醒你呀。邢姐，多谢老夫人提醒。做西周长史，这西周长史是那么好当的吗？那边现在的形势复杂，之前好几任都督去了，都没有什么好结果。这守约他是知道的。如今西周的屈都护乃高昌王毅，根基深厚，守约的长史职位又在他一人之下，恐怕是凶多吉少啊。都怪你不好，非要向圣人请命再次出征西域。守约这孩子也是个死心眼儿的，你知道师傅的三番四次去西征，他又如何能坐得住？即便如此，守约也太顾着自己的性子了，怎么一点不为琉璃考虑呢？你们男人要建功立业，自然哪儿都是好的。琉璃虽然性子刚强，可是身子却十分柔弱，这个守约是知道的。行了，你也别再哭了，一会儿守约会过来跟我们辞行，别让他听见了。我就是要让他听见。西周那种风沙之地，琉璃怕是一出门就要被吹跑。况且你方才不是说，守约此行西周凶多吉少，倒是连累了琉璃怎么办啊？索性不如他去他的，让琉璃留在长安，至少我们可以护着他，保他平安。等守约回来，他们夫妻自然可以团聚。那要是守约回不来呢？如果守约回不来，就更不应该带着琉璃去送死。将军难道忘了齐娘？你是想让琉璃做第二个齐娘，再去为守约赴死吗？西周环境苦寒，难道你忍心看他一起与你去受苦，甚至去送命？累及你家人的，明明是你自己。琉璃，
也并非无辜之人。你们是夫妻，就是一体。既然你忘恩负义在先，就别怪我心狠手辣。我听说圣上震怒，命你速速赴任，不得流连。以老身之见，你不必准备多余的行李，备好2副棺椁，上路去吧。放这边。阿尼，把这些都带上，都装好了。哎，守约的书简怎么搁这儿了？早上于夫人命人送来一些草药和补品，都是娘子日常在用的。郎君的书简实在太多了，我便先腾出一些来。我好好的，用不着吃药，把药都拿下来，把这些书简装上。是。
本娘子饿了，夫君可是说好了要给我做早膳呢。琉璃，我此去西周非常凶险，你乖乖守在长安等我回来，可好？不好。为何不好？谁让我们是夫妻呢？既是夫妻，便要生死相依，患难与共，一时一刻都不分离。这回你可听明白了？你不明白，你还是什么都不明白。你以为我拿着这封放弃书，便可以心安理得，欢欢喜喜的留在长安吗？你怎么可以？娘子，娘子，你怎么样了？娘子，郎君一定是不忍你去西周受苦。人傲骨被扯，我这就进宫去和武昭仪道别。是。瞧，库迪大娘这不是来了吗？这不是陆锦娘吗？她怎么来了？琉璃见过大长公主，见过诸位叔叔婶婶。方才琉璃去了几位长辈家里拜别，因此来晚了一步，还请诸位恕罪。今日琉璃斗胆请诸位叔叔婶婶过来，是为了商议如何处置守约在洛阳的田产。如今我和守约已经无力经营，所以只能发卖出去。这里统共有12处田庄，价高者得之，再公平不过。这些文书我来交给婶婶，请婶婶做个证。这些产业原是一起转手最好，可因为这份家产实在过于巨大，只怕在短时间内谁也拿不出这么多钱来。所以依我看，这12处庄园拆开卖也未尝不可。只要有个1000来民，大约便可以买下其中的一处。不知各位叔叔婶婶，可愿意帮守约这个忙？
难道诸位叔叔婶婶都不肯出手吗？看来除了我，真无人肯帮你这个忙了。谁让我河东公府养了守约一场？看在旧日的情分上，只好在这个时候拉你们一把了。抬进来吧。这是2000金，足有1万多民。若是你们不嫌少，那些庄园店铺，我便接手帮忙了吧。大长公主愿意助守约一臂之力，琉璃感激不尽。只是，这洛阳的良田，如今这般廉价的转手，琉璃着实有些愧对族人。不知大长公主可否商量一二？你这话我听不明白。我出身在皇家，自幼养尊处优惯了，什么价钱不价钱的，我真是弄不懂。不过既然你求我帮你，我便尽力帮了。若你们中卷培的族人觉得钱少，大可以加价，价高者得，最是公平不过。谁要是想加价的话，就赶紧说出来吧。在座的诸位，以为如何啊？说得好听，若是拆开卖，咱们凑一凑，自然买得起。可是，有钱买，也得有命花呀。琉璃说了，价高者得，你们又不肯出更多，那便无需再浪费时间了。钱货两清，那就交割清楚吧。且慢，我出2万斤。2万斤。陆家子嗣出2万斤，不知诸位叔叔婶婶以为如何？既然说好了价高者得，那这笔产业便按2万斤转给陆家娘子了。且慢。大长公主有何指教？锦娘，2万斤，好大的口气呀！库迪大娘之前分明说过，今日要在裴氏的寝堂当面交割清楚。你这2万斤在哪儿啊？你该不会跟我们说，得到消息太过突然，一夜之间备不足这2万斤吧？若今日拿不出真金白银，空带着一张嘴来，那可不成。大长公主明鉴，锦娘虽然年轻，但也不敢在这样的事情上信口开河。我既说是2万斤，自然一个钱也不会少。我自是信你的，可谁也不能坏了规矩，不是？你说2万斤，我说3万斤，空口白话的，岂不闹了笑话？这儿是裴氏的寝堂，裴氏的祖宗神位在上，你消遣我等不打紧，可你不能不把裴氏的祖宗神位放在眼里。琉璃，你说呢？大
大长公主出2000金，陆家子嗣出2万金，比大长公主足足多出10倍的价钱。既然陆家子嗣诚心想买，不知大长公主能否容他略缓一缓？说实话，就算陆家子嗣多出大长公主10倍的价钱买下洛阳的12处庄园，也是捡了个大漏。但是对于钟卷培来说，确实多卖出了不少钱，还请大长公主通融。不成。那依着大长公主的意思是说，此时此刻无论是谁，只要拿不出现钱来，便不能买下洛阳的庄园，即便略缓一缓也是不成的，对吗？一时一刻也缓不得。既然大家的规矩都一样，那我陆锦娘按照规矩照办就是。来人，叫他们抬上来吧。这里共有10箱金子，每箱2000金，只多不少。若是短少1钱，锦娘愿意10倍赔偿。且慢！陆家子嗣已经拿出了2万金，不知大长公主还有何见教？究竟是何人差使你来？你夫君不过一介小小的武夫，怎能在一夜之间筹措出2万金的巨资？请大长公主见谅，此事恕锦娘不能回避。即使当场交割，价高者得，公平公正便好。至于谁得，又有何要紧？这是裴氏的产业，今日在裴氏的寝堂转手，竟不知接手的人是谁，这算什么？倘若接手之人是藏头缩尾的鼠辈，甚或是下贱的市井中人，来日传了出去，谁担得起这个责？若差使你的人今日不来，此事就此作罢。洛阳庄园买卖之事，改日再议。哎呀，大长公主，这是何苦呢？这不是武昭仪的母亲杨老夫人吗？她怎么来了？老身今日不过是想偷个懒而已，却被你如此的谩骂。琉璃见过杨老夫人，杨老夫人素喜清静，今日却要您亲自跑一趟，琉璃感恩在心。琉璃。10多年前，昭仪在吴府救了你一命，那时你还只是个女娃娃。今日你我相见，也算是缘分。武昭仪遣人告诉我，说你有意低价出售洛阳的庄园。他还说，大长公主有意要帮你的忙。哎呀，只可惜手头不够宽裕，老身筹措了2万金，也算帮你个小忙。哦，不知以我的身份，大长公主觉得我可配接手这笔产业呢？杨老夫人德高望重，家世显赫，更是武昭仪的生母。这儿有人敢说您不配，只怕圣人晓得了都不答应呢。裴守约才得罪了武昭仪，武昭仪这会儿帮他，莫非疯了不成？有仇又如何？放着这么大的便宜不占，那才是疯了呢。今日之事，有劳诸位叔叔婶婶作证了，琉璃感激不尽。
位叔叔婶婶明鉴，此事守约在走之前已经写下了文书。如今边关告急，军备吃紧，守约在洛阳的产业，无论卖出多少钱，都要以中卷赔的名义献给朝廷，充作军资，以尽大唐臣民之责，以分圣人之忧。这裴守约也太胆大妄为了，他凭什么一个人决定这件事？今日我真是开了眼界，有人变卖自家私产，又以族中的名义捐给朝廷，充作军资，却被族中的朝廷命官说成胆大妄为。这话要是被圣人听见，裴明堂和在座的诸位不知该如何自处。裴某绝无此意，裴某绝无此意。这钱捐得好，这钱捐得好啊，捐得好，捐得好。琉璃还要厚颜劳烦杨老夫人一次，请老夫人这就遣人将2万金送往皇城。无论是武昭仪还是老身，都不想趁他人之危贪图他人的家产。武昭仪之所以劝老身来此，就是看中了琉璃和守约为国为家的这份情怀。老身今日本想悄悄地把好事做了，免得让人说武昭仪沽名钓誉。不成想，大长公主顾忌裴氏的名声，逼得老身出面分辨。大长公主，今日如有得罪，还请大长公主多多见谅。阿佳，公主，阿佳，公主，阿佳。琉璃，今日2万金，虽说是以中卷赔的名义捐的，但是你的功劳，圣上和武昭仪看在眼里，日后必定设法给你请封。琉璃，武昭仪一直很欣赏你的为人和才华，他让我问问你，既然守约已经去了西周，你可愿意留在宫中伴他左右？他还说，你若不愿意在圣上跟前，也可以不在宫中，去吴府也是一样的。琉璃啊，你虽说是个女子，但是如果能守在武昭仪身边，肯为她出力，日后你的前程仕途未必会输给裴守约。我这么说，你可听得懂吗？启禀老夫人，老夫人与武昭仪的提携之恩，元首之德，琉璃没齿难忘。只是琉璃决心已下，今日便会前往西周，请老夫人向武昭仪转达琉璃的谢意。裴守约娶了你，真是他的造化。不妨跟你说句实话吧，此次若不是你行事得体有度，
借整理裴氏家族的产业，给武昭仪博了个好名声，我断然不会这样放了你们。